大家好，欢迎回到宋书记前几天看过几位 IT 大神谈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消息，就是 Linux 社区移出.io 邮箱这些维护者的这个话题包括这副科技视角老范讲故事老庄还有其他的几位。那我作为一个老的 Linux 用户应该说桌面版是比较早的server 自己也架过。我其实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最早用 Linux 呢，是从比这个还要早，蓝点之前是用过一个什么版本老的红帽吧，还是是什么？反正我是98年、99年开始用这个中文呢，就是最早用这个的，因为当时这个大家一用 Linux 就试图用它来替代原来的 Windows 桌面，可能好多朋友用过的都知道非常的难受。斗争的核心就是浏览器的插件能不能用网银以及 Office 用过的朋友都知道。那刚才看的这些版本我都用过，大大小小的发行版用过几十个比较常用的现在还在用的包括 Ubuntu Kubuntu 各种各样的变本，这种潜入式的也好各种这种反正功能的做 NAS 的也好还有做其他的机顶盒什么的都用过。那很多我们看图片里边像 Turbo Linux 什么早期的那些蓝点还有很多像红帽的发行版，很多都已经有的是合并了，有的是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 Linux 社区是越来越大，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说你互联网离不开它了，是吧？互联网已经离不开它了。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是吧，安卓到量子计算从超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平板。你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他们就不关心这个。如果你是这方面的极客或者爱好者，就知道这个社区的力量有多么大，有多么样的这种怎么说呢？是共产主义首先好像就是在这些开源社区实现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 Linus 他突然说出这个那样的话，大家觉得他不圣母了，就比较失望。实际上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基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你只要活在这个星球上，你总要有自己的主张，是吧？你就像现在美国大选一样，你是左中右总得选一边就是一味的不接地气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Linus 可能更多的体现了他这个不叫人性的那一面，就是他的这个有缺点的呀，或者是他是管理上的一些可能大家认为的是不足的地方。实际上呢，他本身来说大家一开始就把这开源社区做的就是因为它太圣母了。实际上就跟那些环保组织道理一样没有彻底的圣母就是就像赖斯他说的，我也是人是吧？我也是芬兰人我跟俄罗斯怎么不对付？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话题就在于是你在什么样的土地上，你敢说什么样的话？有的地方他不让你说你心里想说的话，于是就表达出可能有争议的话。那你说 Linus 他是不是有人逼着他说那个话呢？我觉得没有人逼他说，可能就是他内心的想法。而正因为他应该说不会装就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实际上就他作为一个被大家当做这种神一样的人物，好像就落地了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是做过关于 CERN 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也是在驱逐俄罗斯科学家那个视频，那个观看量虽然不大，但实际上这几件事是一个事儿就一个事儿，就是你要站队，屁股决定脑袋。不要说开源社区，也不要说其他的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就是科技和政治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紧密过不要以为你开源了，你就是完全跳脱于社会之外了，不存在的。随着俄乌战争的这个持续我们可以说见证了3个这个引人深思的这种案例：国际空间站
它的合作的这种延续和妥协，欧洲核子中心就 CERN 的它的这种选择性的切割，以及 Linux 开源社区的这个现在的这种艰难选择。这3个案例啊，其实虽然性质不太一样啊，但是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就是当这个重大地缘政治冲突面前，科技合作的这个政治中立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国际空间站的这个案例啊，俄罗斯和美国最近这个同意啊，把这个所谓交叉飞行协议呢延长到2025年吧，所以这个决定呢看起来还是颇具深意的，主要就是在地面上啊，应该说剑拔弩张的2个大国，为什么能够在太空中保持合作呢？答案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考量。对于俄罗斯而言啊，它自主的这个空间站要到2027年啊才能发射第一个模块啊，能不能发射还是个未知数呢？那对于美国而言啊，这种互相的依赖性呢，就是如果保持国际空间站的正常运转，它离不开俄方的技术支持，就是即使有了龙飞船啊，它也应该有个 backup 啊，所以这种互相的依赖性让双方呢不得不在太空领域啊还是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合作，这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间的合作案例，虽然充满了这种张力，但是还是能维系的，因为双方啊都是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和妥协的空间啊。前2天就是那个 Dragon 回来里边就有一名俄罗斯宇航员啊，那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这个案例啊，我之前说过。CERN 是我这不是今年7月份还特意去日内瓦的时候还去CERN看了一下，因为看这个核子研究中心呢，实际上是放弃了别的景点的参观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啊，它是始于冷战时期的这么一个科研机构啊，一直是东西方科学家合作的这么一个典范啊。但是呢，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啊，它不得不在这个科研合作和政治立场之间做出选择。最终结果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切割，就是终止与俄罗斯的直接合作，而保留呢在位于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的这个联系，就 GINR 嘛。所以这种做法其实也引了争议了，那么支持者认为啊，这是维持科学交流的这么一个必要的一个办法。反对者认为啊，这个 GINR 和俄罗斯军方它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这个案例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即使是最纯粹的基础研究领域，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政治因素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就最具争议的就是 Linux 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事件。所以Linux 内核维护者移除了这个.io 邮箱的这个贡献者的这个做法啊，以及 Linus 这个他的这种比较强硬的回应啊，所以在社区里边是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个案例呢，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开源社区啊是向来标榜技术中立的，那评判的标准呢是仅限于代码质量。但是啊，当这个 Linux 基金会的企业成员面临制裁、合规压力的时候，或者风险的时候啊，这种理想主义的这种立场，就显得难以这个为继了啊。所以Linus 的情绪化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技术精英啊面对政治现实时这种他的这种直接的这个情绪反应吧。所以这3个案例啊，其实给我们说的意思是一个，就是科技不应该受政治影响，这样的说法啊，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表述。在威权国家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从来就不是彼此独立的这么一个领域啊，而是被统一调配的这种社会资源。所以当这种体制和强调自由、开放的西方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想要继续维持这种纯粹的技术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想想，现在呢，因为 Linux 包括 Linux 社区是在美国，它面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它放在一个威权国家啊，某大国或者某大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你想想那个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可能早就关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困境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这种就是所谓的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什么领域你都避免不了被卷入。另外啊，就是不同形式的合作，那可能需要不同的这种
处理方式啊。政府间的合作呢，可能通过外交谈判来维系啊，做一个最低当量的这种合作。而民间的这种科技合作呢，往往缺乏这种缓冲的这种机制，所以更容易受到冲击。最后啊，我们还是必须认识到呢，发起战争的这一方要为这个产生一切的负面后果要负责。因为科技合作中断啊，优秀人才的这种流失，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这个附带伤害。其实，战争的发起者他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些科技大神里面，比如说谷歌的创始人也好啊，再往前说到最早什么希克斯基啊，直升飞机的发明人啊，再往前说特斯拉呀，是吧？这些都是俄裔的发明家、科学家，这企业家，在他们不同年龄阶段到了美国，到了自由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震惊啊、造福人类这个奇迹啊，就是俄罗斯人啊，实际上在数学、在计算机领域确实是有的特长的，对于Linux 社区的贡献也是不小的。但是啊，你一旦发生战争之后，谁你都免不了要享受啊，或者是接受这个战争带来的附带伤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维护和平不仅仅是关系到生命财产安全，是吧？也关系到呢，其实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啊，就是开放互信的国际合作环境就被这个战争给彻底打破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战争还是烈度比较小的呢。大家想想世界大战是什么情况呢？爱因斯坦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呢？对吧？所以当我们感叹这个世界没有完美解决方案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更该反思呢，如何避免战争这个原罪啊？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啊，不至于完全割裂这种科技合作呀，人类这种知识共享分享的这种纽带，我觉得这个事儿早晚啊，就是很快可能就会过去啊。至于这个 Linux Foundation 啊，他们会不会给出一个稍微柔软的说法啊？也难说啊。那么现在实际上 CERN 呢，在12月1号就要把90名科学家吧，应该就转移了。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就和俄罗斯的合作啊，已经终止了很多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整个这件事情啊，可能细节上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也只能这么做了。为什么呢？这个你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啊，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就没有好的方法说，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价值判断的公式是吧？说那个我们甄别一下点 RU 的人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就这个标准也是很难制定的。所以呢，要不你就不动，要不就只能动。而之后的这个情绪化的这些表达，几乎说没有任何说法就去掉了，就相当于抹杀了点 RU 这个邮箱的这些贡献者的这个说法啊，确实是大家都就是说你有想法啊，或者是气氛啊，这都是难免的。但是在整个战争面前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悲春秋的想法，不是什么大事儿，很快就会过去的。Linux 社区啊，我相信既不会分裂，也不会有大的波折啊，除非有重大的技术突破，那比这个 ChatGPT 就目前的 AI 技术更先进的硬件出来之后啊，有了一个新的颠覆性的这技术出来。Linux 才可能被取代，否则的话，在我们有生之年，你看不到就是说不使用 Linux 服务的场景。这就是给大家讲了3个案例啊，包括这个欧兹核子研究中心和空间站，以及这个 Linux 社区这个事儿，跟大家聊聊。没别的说法啊，这个反正我最近还在研究这些玩意儿呢，这个东西挺上瘾的，把原来的老东西拿出来重新装的成。回头有啥这个好玩的，再跟大家一块聊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